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表彰会刚结束，云南瑞丽封城了。另外还有一个主题是美国驻华大使离任的隐情啊。那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那么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跟疫情有关，一个跟中美关系有关啊。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主题。云南卫健委9月14号通报，那云南瑞丽确诊两例武汉肺炎，武汉肺炎，二人均为这个缅甸籍啊，从这个缅甸入境瑞丽。那瑞丽当日启动3个措施：第一，封城1周，然后禁止人员进出。第二，全程整个瑞丽市居家隔离，全部居家隔离全封起来啊。第三，全员核酸检测，这是一个。然后云南8个边境州、25个边境县立刻进入防御战时状态。案情通报缅甸人，其实这两个就是确诊案例全部都是缅甸籍杨佐某，应该是他的姓吧就是携2名保姆、3名孩子入境，9月3号到12号，先后前往商场、公园、餐厅、健身房。10号身体不适，接受核酸检测另外一名确诊病例是他的保姆然后从9月14号进行了这个接触的排查，190人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全部采样，98人完成检测，全部为阴性，其他也在检测当中那么他住的小区叫奥新世纪1期检测了409人然后2期检测了776人，全部1185人全部阴性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瑞丽属于云南德宏自治州面积1000平方公里人口20万。瑞丽只有一个产业，翡翠所以瑞丽是全国4大翡翠的集散地那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玩石头的民族那么中国人玩的石头呢，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玩宝石，中国玩玉石玉石跟宝石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硬度很硬，玉石要达到一定的硬度才叫玉石。中国的玉石有2种，一种叫主要的，我讲的主要品种，一个叫和田玉，一个叫翡翠和田玉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翡翠来自于缅甸，只来自于缅甸那么在清朝以前，中国人的主要玉石是和田玉，当然还有其他的玉石，但是和田玉最好到了清朝呢，开始由于这个慈禧太后喜欢翡翠因为有颜色喜欢这种色然后翡翠才流行起来，在这中国流行起来。那么翡翠的唯一来源就是缅甸。缅甸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它就是限制公益然后它就用公开拍卖瑞丽和缅甸接壤，然后对面是什么？对面的城市叫木姐缅甸的对华的口岸叫木姐。缅甸对华出口的2个主要的产品，一个是红木，一个是翡翠那么2011年这个瑞丽的翡翠销售量占全国50%以上因为都是从缅甸过来那么2015年由木姐到中国的这个贸易额是54亿美金当然这个数据肯定是不真实的，因为大量的玉石交易是没有登记没有记录的
然后呢，为什么这次会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缅甸和云南山水相连，两地的人民走来走去啊。理论上来说呢，有很多人是住在缅甸，住在木姐，跑到瑞丽打工啊。这种人有多少人呢？10万人。然后还有很多缅甸人是直接就住在瑞丽啊，这种人大概有多少人呢？大概有3万到5万人啊。就说你可以看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人口往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山水相连，你直接就过来。就看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女人是她老公直接开摩托车送她过来，就直接就送过来啊。所以双方实际上人员来往非常频繁。4月份开始啊，缅甸第2大城市，我印象中是啊，缅甸第2大城市疫情爆发啊，那么然后就开始封，他们那边开始封啊，这边也开始封，叫什么城市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所以缅甸那边现在的疫情是非常的严重的啊，所以现在控制这个是有点难度，因为大家人员往来是非常的频繁，而且没有限制啊，没有限制。我们说一下翡翠啊，2018年中国有2个行业崩盘，一个行业是什么？一个行业是红木家具，另外一个行业就是翡翠啊。崩盘的原因是什么？崩盘的原因就是价格完全的崩塌啊，价格完全崩塌，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卖100块钱，现在只能卖20块钱，大概是这个情况啊，非常可怕啊。这个行业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叫什么这个解体的状态啊。但是饭还要吃，怎么办呢？翡翠行业呢，就和这个网络直播结合起来。和网络行业直播一结合起来，形成什么呢？形成翡翠直播带货行业。当然，这种带货不是我们说一颗珠子卖几百万美金那种，几百万人民币的那种产品啊，是那种低货，我们叫低货啊，就是中低档啊，不是中档，是低档。翡翠如果是中档的话，大概要卖个5、6万块钱。高货就是10万以上的货叫高货，甚至几百万的货啊。那么这种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货呢，我们叫低货，它就开始在网络上叫网络直播带货啊。那么到了2019年，瑞丽翡翠直播行业翡翠直播行业交易额已经突破100亿，所以中国人还是喜欢翡翠的啊。虽然它不是什么高货啊，但是它已经卖出上100亿啊。那么从事直播行业有多少人？6万人，所以这个行业已经在瑞丽非常的蓬勃啊。所以中国人总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来做生意啊。然后呢，这个行业就怎么样？这个行业就基本上完蛋啊。瑞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4号发布什么呢？关于全面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暂停瑞丽所有珠宝翡翠网络基地直播、珠宝交易市场直播啊。它直播有2种，一种是基地直播，就是我们叫 studio 基地直播，就在这里啊，我们2个人在那讲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这是一种直播。还有一种直播叫交易市场直播，就跑到这个市场上去啊。那瑞丽大概有个最大的厂子叫德龙啊，德龙已经封掉了，14号已经封掉了啊。然后这是2种直播，还有一种直播就交易啊，就现场交易，就所有的交易场翡翠交易场所全部暂停啊，所有的人都要去做核酸检测。那么实际上从4月份开始啊，4月份开始，珠宝的人就是到实际上4月份开始，瑞丽的这个珠宝交易就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对面就是木姐他们那边
缅甸那边爆发，缅甸那边爆发呢，就货进不来，货进不来的后果是什么？货进不来的后果就是没货。实际上呢，就是5、6月份开始，慢慢的恢复的是什么？就当地瑞丽现在还在做的这个带货生意，实际上是什么？是当地的存货，不是从缅甸来的货。缅甸那边已经很少货了，很少货过来啊，都是用存货。那么现在全面封锁啊，这个行业就完全陷入停顿啊。瑞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青菜10几块钱一斤，然后猪肉60块钱一斤，牛肉100块钱一斤啊，大概是这样啊。在瑞丽大体上有1/3的珠宝市场啊，瑞丽大概有1/3的人是缅甸人啊，卖货的就在马路上那些拿的货在马路上那些基本上都是缅甸人啊，所以如果你说缅甸的这个疫情失控的话呢，基本上怎么说呢？基本上就很难。就是说缅甸失控，云南这边完全不受影响，难度很大啊，因为你边境没有铁丝网啊。你说现在建个铁丝网啊，不好说啊，不好说啊。这是一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评价一下，这么有2点基本常识，就是疫情爆发到现在，病毒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病毒其实一直就没离开，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案例都是输入性的啊，他们都把这叫做输入性的案例，但是大家知道，只要疫苗没有出来，这个病毒是不会离开的啊。所以，急急忙忙开一个这个表彰会，开一个庆功宴啊，是对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不认知啊，这个问题是有问题，就是说。除非有一天疫苗安全的疫苗，我讲的是安全的疫苗，不是不安全的疫苗，安全的疫苗已经生产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终结疫情，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第二个，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经常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还是需要保持警惕啊，因为只有全面性的进行疫苗注射，才能真正的阻止病毒的蔓延。在没有这个全面注射疫苗的情况之下，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啊，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啊，这是我们基本的评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美国驻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是这样啊，就是说，美国驻华使馆、美国领事馆、美国大使馆9月14号发表声明啊，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要离任啊，然后他将在10月初离开北京啊。布兰斯塔德离任，他是2017年到任应该3年半时间啊。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推特上是这么评价的啊，布兰斯塔德大使为平衡美中关系做出了贡献，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对等和公平，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产生持久和积极的影响，评价非常高啊，评价非常高。那么布兰斯塔德的离任是有一些异常啊，有一些异常，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只有一个，就是他的离任没有公告原因，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离任啊。现在外界呢有2个基本猜测啊，2个基本猜测。第一个猜测就是川普总统需要布兰斯塔德回去帮忙助选啊，这是第一个猜测。第二个猜测就是认为和上周发生的这个布兰斯塔德大使向这个人民日报投书啊，就是发表文章啊，但是人民日报拒绝，和这件事情有关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啊。第一个，先说第一个情况，川普总统的确是暗示过啊，布兰斯塔德将在他的竞选
活动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然后呢，爱荷华州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叫恩斯特，在他的推特上也说啊，川普总统曾经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个布兰斯塔德会从美国回来帮他助选啊，这两件事情都明确。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布兰斯塔德大使离开中国是和这个为川普总统助选这两件事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们不确定。我们只知道他第一个布兰斯塔德要离任，第二个他要去帮川普总统助选，他有可能是助选是原因，离任是结果，也可能是离任是原因，助选是结果。就是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另外一个判断就是，因为布兰斯塔德跟川普总统关系很好，所以他离任离开中国回美国，那么川普总统说：“哎，你回来正好，我需要用人，请你来帮我助选。”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两个原因啊，就是说，因为如果是要助选，然后他离任，他完全可以在他离任的时候跟大家讲清楚，我需要回去帮总统助选，他是可以发表一个很清晰的公告，告诉大家啊，我为什么会离开。所以从这件事情来说，我不觉得是因果关系，就是他因为要去助选才离任，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家庭啊，比如说其他的原因，那他离任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说明啊。那么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没有说明，说明什么？说明肯定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才离任啊，肯定不是因为个人原因或者私人原因私事去离任，这肯定不是因为这个。第二个也不是因为川普总统的助选。如果这两个原因他是都能够在新闻稿里面讲清楚的，而且大家都会接受的，那么肯定有其他的原因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关于是不是和人民日报的这个投诉人民日报这个事件有关啊。第一，布兰斯塔德投诉人民日报啊，这件事情他有没有犯错？他没有犯任何错误，这符合美国的政策，他在宣传美国的政策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虽然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翻脸了，就是也不就是说吵架了啊，我们叫吵架了，但这个虽然是因这个投诉这件事情而起，但是布兰斯塔德大使并没有犯任何错误。他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政治文化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很不同的。中国的政治文化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金字塔型金字塔型，就是说越往上权力越大，越往下权力越小。那么中国的政治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叫强干弱支强干弱支呢，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尾大不掉。所以呢，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上级下级授权很少，所以呢下级呢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他要请示上级他授权很少同时呢下级的资源很少，他得到的资源很少，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一授权很小，第二资源很少，第三通常没那么强的人才放到下面去，放到就是外部去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结构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强干弱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对外界反应不灵敏。就是说为什么？因为那些末支呢，他授权又不够，素质又不强，人又不厉害，然后这个资源又很少，所以他对外界反应很不敏感这是中国的情况。美国的这情况不一样，美国的情况它不是金字塔型的它不是金字塔，它是分布式的。所以你基本上看它是个连通器它对外界的反应很灵敏，它在末端赋予的授权，它对末端的授权它有一个既定的模式。你比如说美军它在
每个作战单位它都有个很清晰的指引，你的交战规则是什么？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根据这个状态去回应外部的情况就行了，不会说我犯了个错误，犯了错误只是你在执行这个规则的过程当中，你判断错误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只要你遇到的情况和你得到的这个规则和得到的这个状态相匹配，你不会有任何错误，你不会被追责。这是为什么你是可以看到啊，美国的外部的反应是很灵敏的，它跟着这个权力结构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在投书人民日报这件事情当中，布兰斯塔德大使是没有犯任何错误，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离任，所以这个第二个情况是排除的啊，排除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有两个问题，我看到两个，第一个就是美中关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叫这个夏伟啊，他在评论这件事情的，他这么说，他说其实呢，让布兰斯塔德去北京呢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这件事情你看他现在走了，说明他这个事情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啊，习近平他认为习近平在一系列的事情当中把事情搞砸了，所以呢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所以他认为布兰斯塔德的离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在那里已经没办法发挥作用了啊，这是夏伟的评价啊。美国之音呢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啊的官员，这个官员就这么说啊，他有几个评价啊，他说呢，美中之间关系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改变这些问题啊？这跟脱不脱钩，就说中美之间脱不脱钩最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愿不愿意改变的问题啊。他说中国政府是个很矛盾的东西啊，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啊，然后所以呢，中美关系不对等。他举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就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哈，美国已经开始理解中国的每句话背后的含义。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高级官员说，他说你看求同存，中国一直在对外关系讲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什么意思呢？求同是什么？就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非常的有包容性，其实不是，他是这么理解。他说同就是利益啊，求同呢，义是什么？义就是政治上和价值观上水火不容的东西。所以呢，他说以前呢，求同存异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起去挣钱，但是呢，义是什么？义是我们在价值观上面，在这个政治上呢，水火不容，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挣钱，仍然可以一起挣钱。他说这是不行的啊，他说他说很多分歧是必须解决的，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啊。你比如说，中国政府不可以把这个100万维吾尔人关起来，而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啊，然后你也不能够长久的让美国的公司转移技术啊，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他说这都是价值观对美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是的严重的挑战。大家理解了吗？你可以看哈，美国政府，这是国务院高级官员的看法，怎么看中国的求同存异？就是同是什么？同是利益。其实美国已经破解了求同存异的密码啊，所以美国就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干。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布兰斯塔德啊，他的这个离任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和人民日报投诉人民日报有没有关联？我觉得是有关联的，但这个关联是什么？
这个关联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时间节点上的关联，就是它发生的一个时序上的关联。就这件事情发生，其实这件事情底下已经暗流涌动，但是人民日报这件事情可能是帮助美国做一个决定，这是一方面的因素。但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我认为不是的，不是这人民日报事件，而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来自于什么？大家记得吗？记得上周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上周美国采取新的限制，中国使馆的人员的这个行动的这个限制啊，然后到了上周，中国宣布什么？中国宣布对等措施。你想一下，布兰斯塔德是个外交官，虽然他不是职业外交官，他身份就是外交官。他的离任，你看他第一，他没有交代原因；第二，他离任，他是个大使啊，他是个大使。大使是什么？大使是总统的代表，或者一个国家的代表。他第一，他离任没交代原因；第二，他的离任，美国也没有宣布继任的人选。你想一下，一个大使的离任，这是个很高级别的官员，他肯定不是说我今天想了，明天就离任的，不是的，他肯定是很早已经开始酝酿这件事情啊，而且酝酿这件事情，他肯定需要找一个人来替代他，既没有告诉大家原因，也没有继任人选，这是最关键的。说明什么？说明我认为这件事情和上个星期中国宣布对美国的使馆人员进行对等的限制措施，这种措施实际上，布兰斯塔德的大使的离任，其实我们应该首先从什么？从外交层面去理解这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上周发生了这个中国的对等措施，那么这是你可以理解，这个星期布兰斯塔德大使的离任是对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的外交措施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回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3条。第一条，这个回应其实是个非常重磅的回应。你想一下，如果美国他没有宣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理解成为美国准备把中美关系降级的一个措施。当然，从外交上来说，美国可以选择一个更极端的手段，是什么？召回大使。通常来说，两国关系恶化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关系要降级。降级怎么降级？我把大使召回来，召回大使，或者是关闭领事馆，那是更极端，就是关系就断掉了啊。召回大使其实是在外交关系上是一个重大的重磅事件，但是你把这件事情放到中美关系上背景来看，中美关系对美国来说，对中国来说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斗而不破。美国的对华政策里面是叫斗而不破，就是我跟你进行对抗，但是还是不撕破脸，保持原有的架构，但是我得把事情给办了，不办不行。怎么办呢？我就要把我们中美关系降级，就是我们之间外交战已经打成这样，我非常的不高兴，我非常的不愿意跟你来往，但是我又不想让这个关系撕破脸，怎么办？我让我们大使回来，而且我让我们的大使回来呢，第一，我不告诉你原因；第二，我也不宣布继任人是谁，也就意味着什么？但是呢，这就等于是什么？相当于我就让他怎么？我让他自己辞职，我让他自己辞职，我让他自己辞职之后呢，我又不继任人选，我又不派人去，这就变成什么？在中国没有美国的大使，在中国你没有使节在中国，有美国的领事馆，
有大使馆，有总领馆啊，但是没有我的大使在那里，他只是办理事务性的东西，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政治性的来往。它变成一个这样级别的措施啊，这种级别的措施其实是非常重量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布兰斯塔德大使的离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外交事件，它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让他回来帮忙助选的问题。这件事情中国知道，中国很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外宣们就开始解读，各种解读啊，最核心的解读还是把它归结为，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把它解读为这个回来助选就是大外宣，不是的，但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你看已经标明是大外宣的人，他在那积极的讲是回来助选，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因为一知道这件事情的政治影响就非常的大啊，好吧？我们今天大体上就把这两个主题就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总结一下，第一个，云南瑞丽封城啊，表彰会刚刚结束，云南瑞丽就封城啊，继续打脸啊。那么第二个，美国大使馆离任，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外交事件啊。那么这两个主题，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啊，尽量的不要长篇大论。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观点、更多的情况能够爆出来，好吧？好，明谢 Kim Lee， 谢谢，别来无恙，哈哈，Echo 厨，谢谢，听了好久王老师的课。今儿及时赶上直播，请老师喝杯南洋白咖啡，南洋白咖啡很好。984 degree， 谢谢。Good evening, sir. Buy you an Indian shikanji OK， 谢谢。Sophie 萌，谢谢。Gopunse， 谢谢Josh 赵，谢谢。Tree， 谢谢。这2天都在 Patreon 听王老师的节目，才发现这么好，一气呵成，完全没有广告，有视频也有音频，而且还有王老师分享的生活点滴。喜欢王老师那些凝练感性的文字，强烈推荐给大家。OK， 谢谢你，谢谢你的推荐啊。王老师新背景的主题《远山的呼唤》啊，这位网友。是我的同龄人啊，远山的呼唤，年轻一点的朋友是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啊，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啊。情况，希望瑞丽的情况不要和新疆一样，新疆开始也说暂定1周，我觉得有可能不会是仅仅是1周啊，暂定1周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止1周啊。为什么？除非把边境关闭，但是我觉得云南如果去过那边就知道，云南瑞丽那边是很难关闭边，你关闭口岸没有用啊，你山水相连你怎么关闭啊？就像广西和越南一样啊，你走的这边一个村子，这边一个村子，这边是越南，这边是广西，这边是云南，这边是缅甸，你怎么关闭？没办法关闭，除非你重新修一条铁丝网。那也不是这么快能修得完的呀啊！观点：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对于病毒的防控模式完全不同。专制极端式，民主宽松式。这种病毒不像 SARS， 更像流感。从运动员的患病后恢复情况，短期内没啥影响。国内模式会永无宁日。
嗯，在这个议题当中，这是个好议题啊，就是说这个要做一个调研才行，就是说专制模式啊有效还是民主模式有效啊？或者是我们可以翻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就是用专制模式付出的代价大，还是用民主模式付出代价大？我说的代价不仅仅是病人的代价，你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你要从整体来分析才行啊。那么当然，你中国经常说我们的模式很好，我们有制度的优越性。所谓制度的优越性，就是政府可以干任何事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做都行啊，不管后面的后果是什么。那么在民主国家又有很多的情况，你看，比如说很多国家它抗议，禁止采取极端的封堵措施啊，这里面就是政治制度差别带来的不同的影响啊。观点：强国党之所以要宣布国内抗疫成功，就是要告诉国人，从抗疫成功宣布那一天开始，以后再有的疫情都是外国传进来的，跟我党的疫情管控没什么关系，典型的转嫁责任，转嫁国内人民仇恨啊，有这样的意图啊，有这样的意图，就是说他没有直说，但是是暗示啊，是有这样的暗示啊。观点：相比于疫苗的安全性，疫苗的有效性更难达到。以往的众多传染病，现在也没有有效疫苗。从现在的研发周期看，最多完成1期实验室、2期动物实验、3期人体实验，要观察是否形成一定的周期的免疫。全民注射疫苗的可行性也存疑啊，搞不好又像武汉全民检测一样自欺欺人。现在让人怀疑的是2点。第一点是陈薇，就是解放军啊，解放军的那边啊，陈薇讲他2月份就有疫苗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有怀疑啊，就是说我们真正拿到，就是说大家拿到这个病毒的遗传排序是在什么时候？我印象中是在1月份的时候才拿到。你2月份就已经有疫苗，那说明你很早就拿到，因为你疫苗周期就有这么长，你不可能说我2个月就搞定，那怎么可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陈薇的这个陈述是有问题的，引起大家的怀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那么大家知道，中国最著名的事件是什么？就是疫苗造假啊！疫苗可以造假。疫苗可以造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卫健委的整个的，就是卫生监控系统是不生效了，你才是出现疫苗造假。所以这个问题，这2个问题往中间一放，对于中国的疫苗的问题，大家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怀疑是非常正常的啊。2例就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实施封城，太搞笑了吧？或许另有图谋，如打着防疫幌子搞管控演练吧，这就是很典型的怀疑论者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很正常啊，我们很多的人对中共的很多行为都会有这种联想。这很正常，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中共从来都不说真话，他不是撒谎的问题，他嘴里没一句真话，就是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根据他需要说的，这是中共的文化，也是中共的传统啊，一直以来中共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一件事情发生，大家就开始揣摩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反应，因为它实在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被骗太多次了，就是你经常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完了以后，你看又说谎，骗的太多次，而且他每次说谎都打脸，所以这2个放在一起，
大家都会怀疑它，这很正常啊。观点，其实在欧美国家有一种共识，病毒即使在短时间被控制住，但是病毒并没有根除但是大陆的医学界在对外宣传总是含含糊糊的影射病毒已经在大陆被根除这种结论，所以黑龙江、吉林、北京、新疆爆发疫情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找到替罪羊，非常正确中国对外宣传总是暗示我们已经搞定了，我们这里没有病毒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就是说我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呢，我抗疫就成功了。我抗疫成功了呢，我这里就没有病毒了。它其实是一个逻辑链条它的逻辑链条。那么这个逻辑链条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当它再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掩盖。所以你可以看，他撒谎不完全是叫什么？不完全是习惯的问题，是他的很多政策导致他必须这么干。什么政策？就是政治需要他总是企图把一件事情导向于他制度的优越性上。为什么？因为他制度很脆弱，他要不断的进行洗脑宣传，所以在任何事情上他都要这样宣传，所以他有政治需要。当他一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那撒起谎来，那就编故事起来，那就是没底线观点，关于新冠病毒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眼看着就要天冷了，这个病毒的特点是天气变冷会复发，现在在复发以前赶紧宣传抗疫成功，等秋冬季要是大规模复发了，就自然把责任转嫁给外国。OK， 情况我在美国医院工作，相比3月，目前治疗比较规范，重症病人很少。福奇几天前在 Mass General Grand Round 也提到治疗规范，重症减少，但上呼吸机后仍然有 25% 的死亡率。目前本周没有医疗挤兑及次生性的医疗灾难。提问，请问王先生对美国疫情怎么看？国内铺天盖地的抹黑令人难以信服。然而看全球的统计数据，美国病例居高不下。记得先生说过不担心美国的疫情，然而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各种渠道的信息令人困惑。先生在美国，想听听你的看法。第一个，美国的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这是基本事实这个没有什么，你看统计数据就很清楚统计数据，美国的疫情现在仍然非常严重，每天的这个数据还是很居高不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前面的网友已经说过了，你可以看美国的疫情的防控的情况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就是说好转的一个通道美国的疫情是在好转这也是基本事实那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它疫情结束没有的问题，而是你在疫情之下你有什么样的第一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二有什么样的机制，第三大家的责任和边界在哪里，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当然核心的就是你要透明，信息要透明，我们得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基本上你在美国，我没有看到大家有恐慌，就是说很紧张。只有一种人紧张，就是我在美国接触的所有人当中，美国人不是很紧张现在该吃吃，该喝喝，该跳跳。我看他们不特别紧张。最紧张的人是谁？最紧张的人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紧张，老美不紧张，这也可能是老美的这个疫情一时控制不住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还是不够紧张
太紧张也不行，完全不紧张也不行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来但你说抹黑，就是说美国疫情很紧张所以美国的制度就有问题这个我觉得美国的制度肯定有问题任何制度都有问题，前提是你的制度有没有自我修复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纠错机制。所以政治是什么？政治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去纠错，纠正社会中发生的问题在这发生问题背后的这种制度性的毛病所以我总体来说，我在美国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没太大影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恐慌没有恐慌是因为信息透明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吗？大体上是这样。观点这样对比不公平，看别的国家死亡率和年龄分布，谁知道中国到底多少感染，多少人死亡？武汉死那么多人，感染人数肯定不止这些，还有李文亮这种壮年也撑不过，肯定比我们知道的严重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不透明，其实不是信息不透明，是信息被掩盖，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刻意掩盖、故意掩盖疫情这是第一大问题，就是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慌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不知情，不知情才会恐慌。如果你知道那边有个火灾，我就不过去就好了，就不会恐慌我知道火灾离我这100米，那我赶紧跑所以恐慌最大的来自于什么？来自不知、不可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当中有一个基本的缺失。什么基本的缺失？就是人道的考虑，就是我们在采取这种各种抗疫措施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把人道放在里面去，就是怎么样才是人道的。所以中国政府没有这个元素，所以你可以看到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次生性的灾难第二，这个抗疫治疗的不公平性，就是说大量的病人被忽略掉，就是自生自灭掉了，这是生命不被尊重。人道首先就是要尊重生命，不尊重生命不公平，然后次生性灾难，然后在这个抗疫的过程当中，措施非常的粗糙，执行的非常的毛糙，就这些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这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只能管中窥豹，通过一些信息来分析后面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掩盖疫情所以这位网友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拿中国的数据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因为中国拿出来的数据是假的，不是说不真实，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情绪，包子在疫情中扯出制度的优越性，这个论题就好像他在说史真香一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欲盖弥彰，暴露了他强烈的危机感。面对这种整体制度否定之民意，他也够土，只能用这种粗暴的回应，基本没有超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种蛮横无理，非常正确。其实文革这一代习近平属于文革这一代，基本上他们的表述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模式观点把疫情都说成是国外输入，可以借名正言顺的搞闭关锁国，也可以延缓外汇流出
观点：中国人为啥紧张？因为现实告诉他们，如果染上了会很惨，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就是你真的感染了，你真的会很惨，因为你不会被当人对待，就像牲口一样啊。这在武汉这个情况就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啊。提问：以后入境中国会不会被强制注射 CCP 疫苗？不知道，不清楚啊。强制注射，那就强制收钱咯啊。观点：一国最重要的媒体对一个大使的文章不发表，还发表如此无知的措辞，是对一个大国大使的侮辱，非常正确。提问：美国会不会让大使的位置一直空着？我怀疑至少会空他半年吧，就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外交关系给降下来，但是又不宣布，就是不撕破脸。王老师，美国大使回国到底是为了外交降级，还是真的要断交脱钩？不想断交，我觉得不会断交，断交这件事情不会发生。脱钩是正在进行，外交降级，我节目当中我就讲，他就是要让外交关系降级，但是呢又不想搞破啊，因为通常是这样，通常我召回我的大使，对方也会召回自己的大使，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召回你的大使，我就会驱逐你的大使，那我的大使被你驱逐，那就会很丢脸。所以通常来说，我召回我的大使，对方也会召回他的大使，除非你有办法让对方改变这个主意。所以他就没有采取这种措施，他采取的是什么？离任啊，离任的结果就是我在中国没有大使。提问：请问国内有些人经常讲 CCP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对此您怎么看？还是那句话，很容易啊，这个，我讲粗俗一点，请大家原谅哈。但是这个也比较传神啊。一坨屎也有营养，你要不要吃？你不能说那坨屎里面一点营养都全部消化完，那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你说中共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就这里有一坨屎，这坨屎里面也有剩余的营养，你要不要吃呢？就是同样的道理，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好吗？情绪，王老师好，刚才跟家人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我跟他们说了中国的现状，他们说我被洗脑了，还翻既往的旧事数落，说的我体无完肤，心情非常差。OK， 我觉得是这样啊。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谁对你最了解？大概父母最了解啊。但是父母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和父母相处的时候，我们要表现得更有责任感啊。我们表现得更有责任感，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是，他会觉得你更靠谱。你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再去表达你的观点会比较有效。如果他觉得你都不靠谱，你去说服他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我们做事先做人，先做人。为什么做事先做人？因为你把人做对了，做好了，你做起事情来才会有效果，否则的话你就没有效果啊，就这个道理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父母嘛，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你有看法，我觉得你也不必特别向他们证明什么，关键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对，把自己的人做好，这就是一切。然后你就会建立你在你父母心目中的一个真实的形象，然后你那个时候再去跟他们讲你的看法，我觉得会更有意义啊。
提问：利害国低生育率对这个社会是好事还是坏事？中国的老龄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呈现这个情况，比如说上海啊，上海的老龄化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啊。那么计划生育让老龄化的这个社会来得更快、更迅猛啊！这件事情，老龄化对中国未来10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未来10年影响是决定性的。再往后我们就推测不到了，未来10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消费会下降，各种啊，你比如说学校，你还要关掉很多学校啊，有很多的需求会不再存在，所以对中国来说，未来10年老龄化社会对中国的整体的社会发展会有一个重大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负面的啊，负面的啊。情况，土共整天在墙内吹自己有多牛，差点把我也弄糊涂了。但就我玩的专业来说，连美国50年代水平都达不到啊！你是什么专业啊？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请王老师解读。我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啊。我看一下，我回头再解读一下。但是从这个字面来看，已经知道民营经济最发达的2个省，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广东啊。那么浙江我知道，浙江的情况是更严重一些啊。浙江的私营企业的老板，我相信至少跑了一半吧。至少跑了一半吧，就是他们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个形势是怎么走。广东那边也是有很多人在，广东那边走的人更多的不像我私营老板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很多这种叫什么，这种高收入人群走的很多，高收入人群啊，广东那边啊。他发个这样的文件，说明什么？说明民营经济出了问题，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要用统战工作来解决了啊。怎么说呢？中国经济要是民营经济出了状况，国营经济是指不上的，国企是指不上的啊。国企，民营经济这块如果出状况，然后外资企业呢又跑掉。那中国经济就没有活力了。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于这2个部分，一个是外资企业，一个是民营企业。如果这2个企业出了状况，中国经济就没有活力。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经济未来的情况是不大好的啊，会有问题的啊。情况，中国人在日本、韩国机场不断被测出阳性，中国人不可能在境内被测出阳性，这是中国特色的检测，非常正确啊。就说你为什么测不出来的原因？当然，第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是测出来也不告诉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检测的准确率只有30%多，没有提高过，所以你就算是有，也测不出来啊。情况，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成立所谓的国家通用教材相关工作指挥部，发布红头文件，直接威胁未到校报到的学生家属将取消牧场补贴、银行贷款，对按时送孩子报到的牧民给予各种政策倾斜、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的伎俩再次上演。曾经还口头通知，现在连遮羞布都不要。你可以看，你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到，中共在蒙古的问题上不退啊。不过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过，中共在所有的政策上都不退，基本上这样啊，这就是200斤的特点，就是不退啊。提问：国内媒体屏蔽内蒙古汉语教学的消息，但隔三差五的有报道内蒙古人无缘无故的死亡，也没说死亡原因。请问媒体要营造白色恐怖的社会氛围吗？
你问了那就是吧。提问：香港的恐惧，请教王老师，孩子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香港，不愿意离开香港，我为人母，每天生活在恐惧中，应该如何面对？感觉快崩溃了。我之前在港版国安法的节目当中，我之前呼吁过很多次啊，就是说，港版国安法降临，那么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香港。我一直鼓励大家能走就走啊，如果留下那叫抗争啊，就是这个，如果你生活在恐惧当中，快要崩溃了，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离开啊？为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觉得，特别是有孩子啊，那么你要考虑的不是你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慎重的考虑，做出决定，好吗？情绪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感觉到，制度的麻烦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一、公交车不戴口罩拒绝上车；二、孩子上学必须每天提交申报健康信息；三、回补关于社保的恶，没有社保分配不了学校，小孩子没有学校读书，正常程序买房入不了户，买车上不了牌照，现在每年还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什么地方这个？买房也入不了户，现在不是开放户籍吗？北上广深除了北京以外都开放啊。没有社保 ，OK， 没有社保是上不了学啊，那是真的。情况别指望50年代的父母改正了，都有严重的创伤后因肌综合障碍。党一说啥是非法的，那看那个吓的样子，估计要拉肚子。我说的是我爸，99年一听党镇压法轮功，立刻全部销毁法轮功的东西，把我妈法轮功的书籍、挂件等等全部一把火烧了，看那个样子都在瑟瑟发抖。打卡德国，是的，德国专家建议是注重清洁和戴口罩，成为日常生活。德国一部分人在柏林游行抗议戴口罩和儿童也要注射疫苗，但很多人还是觉得专家意见是对的。民主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发言。观点，我觉得蔡霞教授应该再考虑在美国起诉中共没收他养老金的行为，因为我觉得这可以给中共立下一个先例，以后他们用没收合法收入的行为来恐吓海外中国人的这种做法一定要付出代价。OK， 情况，我觉得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习修了宪，还等习10年一到下台，我爸就是。好，明谢。Ivy 刘，谢谢。晚到了，啥也不说，打卡支持节目，希望各位网友顺利健康啊！谢谢 Ivy。J 江，谢谢。提问，王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怎么平和情绪？我天天听王老师节目，有个大问题，有时很沮丧愤怒，有时也会迁怒孩子。我原来脾气不错的，又不想放弃了解真相。王老师平时怎么平复心情你是说听了我们的节目变得心情不好吗？那我就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和我们的外界保持距离就是说我们的外界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以外，我们房子以外，我们生活的空间以外，我们要跟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为什么要保护个人隐私？个人隐私是我们个人安全的最后的防线我们要学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处于一个安全、舒适，自己感觉到安全和舒适的状态。这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情。所以我想和外界保持距离，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心境所以这块一句话两句话讲不完，但是有一条你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会被影响？你先想一下，你为什么会被影响？这种影响的原因根源是什么？不完全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好吗？
邓丹谢谢，归人111谢谢， Leonardo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